美國的傳統是軍方要效忠民選政府，不喜歡你還是要服從命令，不喜歡的話那就可以退休了，其實就這麼簡單了。那後果是由總統還有他的團隊，包含 Hegseth 戰爭部長，當然是政治方面他們要負責。畢竟其實本來獎勵實在是太多，這個是川普政府這個團隊去年上來的時候，他們也有公開說，其實我們覺得我們獎勵實在是太多。好，在美國打伊朗的同時，也看到了美國國防部最近出现了人事重大的震荡，因为这个美國防長赫克塞斯呢，他正式要求陸軍參謀長喬治上將立即下台，並且退休。喬治上將呢，最為外界熟知的是他對現代戰爭質變的敏銳度跟觀察力。那麼他曾經呢，在中東戰場以創新的戰地領導風格聞名，推動由人工智能驅動的新型標定系統，還有無人機旅級單位所以被譽為是最懂現代戰場的軍事領袖之一。而喬治上將也曾經在海灣戰爭還有阿富汗衝突，那當時呢擔任過許多的要職。紐約時報也報道說，喬治上將這次遭到開除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的軍事專業能力不足，而是跟防長赫克塞斯在人事安排上長期有僵持不下的狀態。美國陸軍內部呢，對於這一波人事大清洗感到憤怒跟挫折，已經有多位高階將領私下表示，赫克塞斯這樣做正是在圍剿陸軍。好，回到一個問題，就是專業不再是這個人事安排考量的最主要因素，這會讓美國五角大廈軍政軍令，特別是指揮系統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Ross，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應該不會有問題了。你覺得不會有問題？不喜歡的話，門口在那邊，可以換掉，可以提前退休了。畢竟如果已經是達到將領這個位置，那已經做了20甚至30幾年，那已經可以提早退休了。美國的傳統是軍方要效忠民選政府，不喜歡你還是要服從命令，不喜歡的話那就可以退休了，其實就這麼簡單了。那後果是由總統還有他的團隊，包含 Hegseth 戰爭部長，當然是政治方面他們要負責。你覺得後果可能會是什麼？後果換掉了這樣的專業將領，後果是幾年之後才知道有沒有造成軍方在訓練、應戰、繼續創新等等，會不會創造問題？這個是不是今天能說立刻會影響到軍方正常運作？其實我覺得不會有這個影響。畢竟其實本來獎勵實在是太多，這個是川普政府這個團隊去年上來的時候，他們也有公開說，其實我們覺得我們獎勵實在是太多。OK，Ross 覺得不會有影響奎博老師你覺得呢？當非專業領導專業的時候尤其這個赫克塞斯，你說他是國防軍事專業嘛？等一下，那所以怎麼看尤其最近因為美國對上伊朗的這樣的一個大局勢而且又可能會發動地面戰，就種種的相關軍事安排、戰略的部署都需要專業的軍事評估，不是嗎？專業軍事評估是一回事了，但最後決定的都是這些文人領導人，這在美國基本上就是這樣子。所以我覺得，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陸軍的反彈，這是從外媒報道過來的那會不會有人在拍手呢？因為突然一下2個上將的位置不見了，這不見就是人不缺出來了，是不是就可以繼續往上升了呢？這是一個。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就是 Hegseth 他其實一方面是對這個陸軍的參謀長他的個人強烈的意見不滿，有人說是人事，有人說是用兵的方法，甚至要不要這樣去攻擊伊朗，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除了這個之外，其實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就是這個 George 他的好朋友 Holden。叫 David Holden， 也是一個上將，是負責陸軍轉型跟訓練部的司令，一起被拔走了。好朋友一起被拔走，表示應該是有一些針對性的，可能是針對個人，但也可能是針對整個陸軍用兵的方式，因為這2個都可能嘛。尤其是這個 George 跟這個 Holden 是綁在一起的，可是你又看到還有一個陸軍的牧師長，少將也被拔走了。那牧師長，你是說他祈禱不利，所以讓美軍沒有那麼順利嗎？一定不是這個原因嘛。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這個 Hegseth 他趁着我們剛剛講的，包括對於軍官晉升的名單，包括對於伊朗用兵的方式，趁着這機會把他不喜歡的那個宗教的這個負責宗教事務的少將一起都拔走。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趁這個機會，伊朗戰事不順的機會，把他不喜歡的人一個一個就清理掉，直接把那個安排換上自己人就对了。对，所以他現在換到這個是 Lenif 這一位呢，據說是他比較賞識，而且跟他關係近的。對，而且就像剛剛 Ross 講嘛，如果不滿意的話，這個大門永遠在那邊，你自己走啊。因為川普最有名的一句話也不就是嘛 ，You are fired。在伊朗的最新局勢啊，就是根據《华爾街日報》報道說，白宮跟國防部呢正考慮在未來幾天之內派遣至少1萬人的戰鬥部隊增援。那如果決定實施的話呢，那就意味着美國正在為地面作戰要進攻伊朗的潛在選項嚴肅的準備當中。Axios 呢這個媒體就報道說呢，五角大廈正在準備對伊朗進行最後一級的這個軍事選項。那比較起這個複雜而且風險高的地面行動，美國可能會選擇對於一些設施發動大規模空襲，來阻止伊朗取得這些物資。那其他呢，還包括像是先前這個禮拜一直討論沸沸揚揚的，包括入侵或者封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也就是哈格島，還有呢，包括像是入侵伊朗的拉拉克島等等哈。現在當然这個美伊的衝突打到現在呢，特別幫大家準備了一下幾個要點哈，包括美國說要停戰，那你有15點方案啊，它要點如下。伊朗也反制呢，提出了5大條件，停火目標，美方是希望能夠建立談判的緩衝，所以短期停火1個月。伊朗則是說，要麼就永久停戰，要麼就不用談了哈。制裁處理方面呢，當然現在呢有談到能不能暫緩部分的制裁，可是伊朗有提出條件說，除非全面而且永久解除所有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好，另外軍事行動特別提到說，美方是要求伊朗要停止襲擊美軍跟以色列。然後另外呢，伊朗方面則是要求美軍呢必須要撤離波斯灣，還有中東地區哦。你光這樣看雙方一來一往的條件，根本就談不攏哈。經濟跟賠償這個很重要，現在就是要確保美方要確保荷姆茲海峽的自由通行要重新開放，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強調說，國際必須先承認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的主權權利。好，另外呢，像是剛剛提到啊，限制核能發展。那伊朗就強調說，停止干預我們的主權。最後關鍵立場，這個是重點。美方是希望要談判，可是伊朗覺得美方現在提出的談判根本是在欺騙啊，談不攏。如果現在真的像剛剛上一節我們提到，我請問 Ross 的，考慮到地面行動，可是地面行動一定會免不了人員的傷亡或是一些相關的戰損啊。不過你還是認為很有可能是會發動小規模的地面行動。小規模一些聯友相關的設施或港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這個會影響到伊朗政府賺錢的機會。因為伊朗一直說，部分的我們的石油我們還是會輸出去了，所以他們還是希望可以繼續賺進一點錢，尤其是在戰爭的時候。所以如果美國真的要影響到伊朗政府的運作，那就要切斷他們賺錢的機會，也就是剛剛我們提到，包括哈格島在內，這個最重要的石油樞紐，所以有可能，對啊。但是像很多人質疑，川普會不會像美國20多年前佔領喀布爾或巴格達之類的地面行動，可能性真的不大了。可是佔領就代表說，他必須要有一段時間有駐軍都在那邊啊。部隊都得在那邊啊，這個也不一定。如果是幾個禮拜或幾個月，那個還是算很短。那這個不等同川普想永遠繼續佔領那些地方。對川普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伊朗政府投降，接受美國的條件。所以這個不等同美國一定要繼續佔領這些小島。好，軍事行動難免，好，這是你的觀點。那另一方面看到，因為現在還有另外一個關鍵角色，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的防長叫做卡茲，他最新宣布，以色列在最近的軍事空襲行動當中呢，殲滅了伊朗情報暨安全部長叫哈蒂博哈。但是對照伊朗這邊官方的通訊社，就是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說，伊朗提出的5項停火方案，
其中有一項啊，各位看到了嗎？在第一點就是必須立即終止敵方所有侵略性的暗殺行為。另外呢，像是什麼呢？確保戰爭不再重演，然後呢，明確要承諾賠償損失，戰爭必須在所有戰線同步結束，以及剛才我們提到的，要承認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行使主權的合法權利。可是，在第一點呢，你就一邊談，怎麼一邊就把人家的剛剛講說情報暨安全部長哈蒂博給暗殺掉了呢？以色列就把他暗殺掉了。好，所以美方說要談判，可是卻又讓以色列去狙殺、暗殺了伊朗軍方的高層。那這個停火方案還有意義嗎？對，這5點停火方案，照我們來看應該算是一個國際廣告或政治宣傳啦。就故意伊朗故意，就像台灣的候選的選舉民調一樣，故意把它講得很高哈。伊朗故意抬高 chip， 把它籌碼提高，然後再 bargain 整個妥協過程，才有辦法這個好的谈判。拉高籌碼。對，好，那我們來看這5點哈。第一點，必須停止侵略性暗殺行為，不可能的，因為以色列從來沒有承認有暗殺。如果他同意停止暗殺，不是打臉自己承認有暗殺嗎？真的。第二點呢，確保戰爭不再重演。問題是他要簽訂合約啊，或者聯合國派出維和部隊，目前完全看不到蹤影。第三點呢，必須承諾賠償戰爭損失。目前這只有勝的一方才可以要求輸的一方來賠償。目前雙方相持不下，而且雙方都覺得自己會勝。對，那不可能。第4點也很荒謬，必須要求所有戰線同步結束，涵蓋所有抵抗組織。問題是像剛剛講的那個黎巴嫩真主黨，對啊，那個巴勒斯坦的哈馬斯，還有胡塞青年組織，那個不是完全可以控制。他們所謂的伊朗的代理人呢？对，未必伊朗都完全有辦法收容他們了。那第5點更不可能，必須承認伊朗對荷姆茲海峽有主權。這個是全球原有的運輸命脈啊！如果讓伊朗承認主權，那以後其他國家就不用混了。這5點總結來講，就是讓美國認輸，所以是一個國際廣告而已哈。那坦白講了哈，這個是至於誰來提出這個停戰停火呢？當然比較可能的就是說由納坦雅胡把這聲音傳到川普，不可能習近平嘛，因為論關係還有這個戰爭發動的原因，都是以色列來提出傳達比較可能嘛。你叫那個習近平的傳達，不是說不可能，而是排序啊，這 priority 是比較後面。當然，國際媒體有指出一個方向啦，由誰來提出這個停火協議？是阿拉伯國家組織，因為這個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組織，22個國家，7個觀察員，合計41億的人口，可能他比較有這個能力。當然，最後一點我們做個結論啦，這場戰爭如果沒有美國沒有贏，就算輸了，那伊朗沒有輸，就算贏了，所以值得我們再看下去。對，大家記得嗎？在這個荷姆茲海峽被伊朗宣布封鎖之後，其實美方一直在大聲疾呼說：“中國大陸呢？你在哪裡呢？你是不是也應該參與啊？要重新這個來恢復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開放啊？因為呢，就一直強調說，其實中方有很多的石油，就剛剛像吳越老師講說，最大的石油出口國就是你中國大陸，那你這個時候不做點事情嗎？可是你看到中國大陸一直保持着一個穩定跟冷靜的一個做法，那但是大家也在問的是，是不是在等待一個最佳的時機啊，來進入這個調停的隊伍裡面？那因為呢，最近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就是中國大陸的外長王毅，他26號跟加拿大外長阿南德通話。王毅說，美國跟伊朗都有重啟談判的意願，國際社會應該鼓勵雙方重回談判桌，尋求政治解決的有效途徑。那也闡述了中方的立場，表示伊朗的核問題啊，應該透過對話解決，而不應該成為動武的理由。因為他說，濫用武力只會帶來嚴重後遺症，戰事外溢到威脅整個地區的安全跟穩定。然後我們看到中方在維持他的戰略定力哈，可是會不會選擇一個接下來要看的是不是一個適當的時機，有可能會出手調停啊？因為剛剛也特別提到，北京不輕易入局的。應該這樣來看，北京的立場當然對中東這些阿拉伯國家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因為伊朗跟這些阿拉伯國家手心手背都是肉，對，這第一個。第二個，那這些阿拉伯國家其實跟美國的關係也錯綜複雜的，你看到來講話，美國在這阿拉伯國家來當中，中東地區有12個國家都有駐軍跟有軍事基地。那美軍，我們先不講航母上的美軍啦，在這12個國家裡面，大概駐軍大概有將近4萬多個美軍嘛。這第一個，它遍及12個國家，這是個很錯綜複雜的。一個比較新的趨勢，當然很清楚的。按照美國所提的，伊朗所提，這些都叫假議題的。這假議題都對方不可能接受的嘛。那雙方要不要談？雙方在談嘛。
最新的說法是，應該這個國家應該已經確定的。你去看巴基斯坦的副總理兼外長，好，就已經在昨天3月28號來講話，公開3月27號公開的對外宣稱，就是在伊斯蘭馬巴德，对，这是巴基斯坦首都。对，那其實美國跟什麼？美國跟伊朗已經在正式在會談，所以這個不是假設的議題，這是現在在進行式，能不能談出議題不得而知。第二個，你再看看同一天3月27號，對，王毅也直接打電話跟巴基斯坦的副總理兼外長來談，就說有關於中巴，本來他們就鐵哥們嘛，他們叫巴鐵嘛。中巴本來就是一個關係友好，中巴面對有關於中東戰史裡面，他們是用所謂促和止戰立場，是完完全全是一樣的嘛？對，好，所以北京方面當然也不希望這個事情不斷的擴大，因為擴大來講的話，對於能源的問題，對於食物開局之年來講的話，這裡面來講都會什麼疊加很多不同的變數。對北京方面，不管是在做大國外交，就是美中關係，還是有關於周邊國家，還是在第三世界，每一個樣樣都是有不同的這樣一個考驗嘛。所以北京的立場上，當然還是希望能夠什麼？能夠所謂促談，能夠促和，能夠促談，能夠止戰。我相信這個目標應該是很明確的。對，也就是間接的希望能夠去促成這個美國跟伊朗盡快的能夠坐上談判桌。根據伊朗的官媒啊，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塔斯尼姆通訊社，他們在3月27號就報道說，伊朗革命衛隊呢，他們強烈建議啊，所有在美軍駐紮地的平民趕快的撤離，以免受傷。因為呢，伊斯蘭革命衛隊無論在哪裡都有義務攻擊美軍，甚至包括鄰近國家這些美軍士兵下榻的飯店都會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也表示說呢，當美軍進入到這些飯店的時候，那些飯店呢就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意思是美國人在哪裡，我們就打到哪裡。好，路透社呢另外也報道說，伊斯蘭革命衛隊內部還有更鷹派的人士啊，主張應該要發展核武來反擊美國。所以美國副總統范斯26號在會議這個內閣會議上面也暗示，他說伊朗有可能在背心裡面要裝置核子武器來進行自殺式的攻擊。但是這個相關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啊？可能是有些資料在手上嗎？好，不得而知。但是以目前實際的問題，就是目前伊朗所累積的濃縮鈾，真的有辦法在短時間內，說像那個范斯講的，說在背心裡面做成像核子武器來進行自殺式的攻擊，甚至做核彈、做髒彈來反擊美國嗎？孝偉兄。好，你要說做髒彈啊，這個可能性真的有，但是這些核子物質的移動啊，難度是非常高的。首先先來講啊，伊朗現有的濃縮鈾有沒有辦法快速的把它做成核彈？大家不要以為做核彈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啊，做核彈的濃縮鈾它的鈾濃度要高達97%以上，也就是這樣精度的濃縮鈾，這個地球上能夠提煉出來的國家沒有幾個。好，所以也就是說，今天當時那個美國他們在過去這個反正看到伊朗有點濃縮鈾的時候這個那個大家長期我相信你有記得一些英文那個新聞，就是伊朗境內的核設施發生不明原因爆炸，為什麼？其實就是那個以色列摩薩德一直在監看伊朗，他如果就發現伊朗要開始準備好能夠開始提煉濃縮鈾，他就要設法把它炸掉，然後另外也管制這些所有可以提煉濃縮鈾的這些設備進口到伊朗去。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講濃縮鈾的濃度要達到那個濃縮的那個純度比例要非常高，像比如說以美國來說，美國這個福特級航空母艦，它的核燃料濃度高達95%，但是美國人可以敢把它拿來裝到航空母艦上當核燃料用，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97以下的核燃料不會產生連鎖反應，也就是你要拿來當核武器，那個產生這種所謂的熱核反應，就是能夠這個引爆的，你一定要濃度達到97%以上，或甚至更高，才有辦法作為這種所謂叫武器級的這種濃縮鈾來做這個核武之用。你說今天那個伊朗在這麼多年來飽受制裁，而且或者說好不容易弄那麼一點點就被這個那個以色列人被美國人這樣炸，那你說他能夠有足夠的那個核彈那個核燃料來做核武器的話，我個人覺得沒那麼容易。而且今天你要做這個核武器，你也要經過一系列的這個測試，比如說包含臨界測試，或者是真正要試爆。像比如說金正恩，大家都知道他現在手邊有核武器，為什麼？因為他爸爸還在世的時候，這個金正日就在這個地球上搞了一個小型的這個那個地震他那個地震一震，大家都知道，哎呦，原來北韓真的有。好，那這個時候你說伊朗你連門檻都還沒有，他如果說你把它
當初跟我們民國70年代張獻義那個時期搞這個核武器類比的話，他基本上那個時候張獻義把這個資料拿出去的時候，是讓美方知道我們能夠在6個月之後能夠弄出來。但是如果說現在假設，即便伊朗在被美國跟那個以色列攻擊的時候，達到當初那個張獻義丟文件的這個水準的時候，這時候你其實你真的東西做出來，你要拿什麼東西丟出去？當然你說他有很多這個地對地彈道飛彈可以飛個這個2000公里、4000公里等等，這些我都同意。但問題是說，你今天你這個東西兩個要結合，能夠射出去成功才能夠算數。也就是說，有這個能力不見得有這樣的一個程度哈。对，而且范斯的說法，我们這樣來看的話，其實不也正在合理化，就是這次美國出兵伊朗的一個理由嗎？好，那現在就講說，伊朗呢現在威脅說要對於鄰近的國家的飯店，還有包括了美軍基地攻擊啊，而且說反正呢你這個軍事官下他的飯店都成為我伊朗攻擊的目標，這背後的戰略目的要怎麼看呢？大使？其實我覺得就是說，伊朗做這件事情，其實因為他已經把很多美軍基地給摧毀了，是他認為現在美軍沒有基地了，所以就躲到其他地方了。所以他就說你要躲在飯店啊或者這些的地方他要去追殺，而且還要俘虜美軍。那其實他這個意思呢，飯店為什麼會指飯店？我覺得他就是跟海灣國家講，我如果打你飯店的話，我不是對你。我是對你藏在飯店的美軍，對，所以叫你的美軍你的飯店不要住美軍，你住美軍，對不起，我打的話，我不是打你飯店，可是是打美軍，那我是不願意打的，因為我把你這個國家的這個飯店供了你，國家還有觀光客嘛，所以這個其實現在出來在調停的，比如土耳其啊，比如說這個埃及啊，比如說巴基斯坦啊。那幾個國家都是在跟伊朗在談的時候，就希望說，你不要亂打這些民用目標啊。那真正的，冤有頭債有主啊。這個應該是美國跟以色列，你不要亂打。所以呢，我覺得他這個意思其實是多重意義。一方面也警告美軍，你們最好撤離。那麼一方面也跟這些就是說這個波斯灣國家這個海灣國家的這些。名義上是美國盟友，可是實際上是這次戰爭的苦主，沒錯，跟他們講說，你不要用飯店，讓這些美軍躲在裡面。但是大使，您覺得，那我也都打你飯店了。您覺得這樣的一個說法，就是現在做了這樣的宣布會不會造成說，實質上面影響到這些海灣國家他們的態度甚至做法？他們會把這個對美國施壓的力道加大。那個很多西方媒體包括什麼 New York Times 說，他們現在對伊朗這個什麼要準備叫美國人繼續打伊朗，然後他們自己可能出兵，我認為那是胡扯八道。這些國家他不會攻親變事主的，他不會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冤有頭債有主嘛，對不對？沒有，他不會跟伊朗去作戰的，這是戰爭，人家他們這個中間事實上都有很多聯繫的對，就是說。伊朗打的時候也講得很清楚，我是打你的美國的設施你這個美軍基地被打得很慘，那他沒有針對你這些國家的民用設施，他打到民用設施，唯一是什麼？唯一是伊朗自己的民用設施被打的時候，他這邊沒有美國的民用設施他只好跟打這些跟美國關係比較重的國家，尤其阿聯酋，所以他打了，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因為他沒有美國目標可以打，所以就是說，你今天美國要打伊朗的民用設施，尤其能源有關的這件設施那海灣國家說，那伊朗就是打我們的，因為這個東西都是附近都是他打得到都是我們的，所以他們現在卯盡全力，希望美國不要打，不要擴大戰爭所以川普現在的壓力，除了他自己美國的壓力之外，海灣國家還有再加上土耳其，再加上巴基斯坦，再加上埃及。都是出來要美國不要去把這個戰爭往上提升的，沒錯。所以我認為基本上現在最希望這個戰爭停止的是海灣國家。海灣國家現在的想法也是，這個戰爭是你美國發動的，可是呢，現在受害的，像您剛才講說，最大的苦主是我們，因為被打的、被這個毀損的，雖然是有美國的軍事基地，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民用設施，就是在我們這些國家的境內那但是問題是。根本對你美國沒有什麼樣的一些影響。好，那當然現在重中之重，
關切點還是在於荷姆斯海峽的實質控制啊。現在開放通行呢，對於川普來講，對於美國來說是當務之急啊。那伊朗的外長呢，阿拉奇最近也證實啊，說伊朗基於友好國家定義，目前只允許包括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伊拉克還有巴基斯坦這5個國家的船隻通行，其餘呢被視為是敵對勢力的船隻仍然遭到禁止通行。這個5個國家裡面呢，我們看到沒有日本啊，所以日本在處理上呢，剛剛萊特提到顯得格外的謹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最近在這個幕僚會議上面也表示說，針對能源供應的憂慮呢，將會從3月26號開始釋放國家石油儲備以及產油國共同儲備。那所謂這個產油國共同儲備呢，是日本與產油國合作，在日本國內存放的石油儲備。另一方面呢，日本政府還會祭出新的政策，規定民營企業也必須持有的石油儲備。好。日本真的現在對於這個中東危機啊，也是非常的擔憂，因為他們是高度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但現在祭出的對策，真的能夠有效的舒緩目前戰爭帶來的衝擊嗎？短期也許可以，中長期呢？中長期的話，事實上日本他有去做一個分析啊。美國打這場戰爭是打了兵器戰，但是伊朗打的是一個價格戰。所以川普看起來會顯得有點焦慮。為什麼？因為價格往上升。川普講的時候，我們的石油只有1%從那個海峽過來，其他的國家只有90%多。不過我們要看一下，其他國家如果價格往上漲的話，自動會帶動美國的一種價格上漲。那日本的話，他們就會感受到它的壓力。雖然說他會去釋放我們講的儲備石油，應該是3月16跟3月26日的話會持續的一個釋放，他希望把市場的價格會往下來。那往下來的話，你也看到川普為什麼會講什麼24-48小時改6天啊？改6天的原因就是這樣，希望讓價格一起往下降。看着油價在說話的，这是看着油價上，所以他們發現川普就是你會跟市場去對。那伊朗有抓到這個點。那他們去擔心到說，因為70年代有2次的石油危機啊，會造成物價一種通膨，所以現在日方它就是跟 IEA 32個同盟國，既然要釋放出去戰備我們講的儲備石油的話，就只是一個國家釋放那個量會不夠，那不夠的話大家一起去釋放，暫時會讓它緩一下。可是呢，這個可是又來了，他們就發現啊，東南亞很多的國家，東南亞國家可能包括我們台灣，那個儲備石油事實上不是很多。那不是很多的話，如果這個戰事一拖長的話，大家都沒有了。東南亞很多國家現在已經是單號、雙號、單號、雙號去排隊加油。那現階段只能夠做的就是說，去別的地方買。或是說這個石油是不是透過別的地方去買？那別的地方去買又會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點，因為他們過去都90%來自中東，中東的石油那提煉的過程跟其他國家提煉的過程稍稍會有一點不一樣，那不一樣的成本又會往上升。過去太過倚重從中東來的石油了，他們想過很多種方法，但是都沒有用，就是希望能夠降低對中東從70年代到現在，那也曾經去依賴俄羅斯，沒想到俄羅斯2022年又去打烏克蘭，烏克蘭又說又不可以跟俄羅斯買，我本來想要從俄羅斯降低，那搞到最後又回到中東來了，中東搞這個的話，所以他們的戰備那個石油是254天，那跟其他亞洲國家來講算是夠，那即使是夠，價格還是往上漲，那這些價格往上漲，股價就往下跌，日幣就會貶，日幣貶的話，物價又會帶動。等於是高市，它好不容易有一個經濟起來，那又你物價一上來，民生又會說物價又上來了，我們怎麼辦？好，成果又不見了。亞洲很多的國家或經濟體現在還密切關注說日本的做法哈。對，簡單請老師告訴我們哪些他們的做法，您覺得還值得我們參考呢？第一個的話就是說他們會請日本可不可以釋放多一點給他們？那日本他們有解釋到，只要不影響他們國家的情況之下，他們願意去幫忙其他國家。這第一點。第一點，趁這個機會，日本希望能夠帶動它在亞洲的那一種地位，而且它也帶動說這個荷姆斯海峽能夠順利通行。他確實在拜訪川普的時候，也有達到這個通點，所以他希望是做一個和事佬啊，這個戰爭希望盡快讓它降幕下來。他跟川普也是講這句話，我們這個戰事就不要再打，盡快把它結束掉。針對這次對於伊朗的行動，川普在上個禮拜他已經明確表示，美國無意向伊朗來部署甚至是出動這個地面部隊，同時也透露說呢，美國已經要求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避免攻擊伊朗的能源基礎設施。但是呢，以色列 Channel 12
他們報道說，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扎米爾在最近的一次內部會議討論時表示，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甚至還沒推進到一半，所以現在以色列的態度也很關鍵，就是這場仗到底要打多久呢？而根据美國五角大廈的統計數據啊，從2月28號戰事爆發以來，美軍已經對伊朗海軍、飛彈、無人機庫存啊，還有包括國防工業進行了超過7800次的空襲，並且鎖定哈爾克島上面超過90處的目標。但是哈爾克島的能源基礎設施到目前為止仍然保持非常完整。如果真的要夺取哈爾克島的話，就必須要出動地面部队。好，哈爾克島其實它是个非常關鍵，因為它是佔着伊朗的這個石油90%的出口，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位於在波斯灣的西北部，距離伊朗海岸大約有25公里，長6公里，寬3公里，是最大的伊朗原油出口基地。好，90%的伊朗原油都是從哈爾克島出口。那前美軍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就說，美軍可以摧毀哈爾克島的石油基礎設施，但是這也有風險就是呢會對伊朗跟全球經濟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或者是美軍就直接佔領哈爾克島，把這個重要的石油設施拿下來，作為跟伊朗討價還價的籌碼。所以現在呢，拉回到美以雙方的說法，都明確的表示，你可以聽得出來，他們的說法就是這場戰爭將會延續下去，但是也畫了紅線，就是不派出地面部隊哈。所以評估的關鍵就在於說，能夠不要打擊或者是影響到能源設施。所以這個美以的共同軍事行動，現在看起來，對美以雙方來說，聶老師覺得他們是覺得老神在勝券在握，還是說其實他們的計謀早就被伊朗看穿？我覺得這次都打亂了。一開始和平談判的時候，美國要求的是4大目標，前2個目標是它最重要的。第一個就濃縮鈾停止，要你的核計劃、核設施不要再發展。第二個你的導彈不要再做得這麼厲害，要不然又出現第2個北韓，我美國還受得了嗎？那以色列一直誘引我，就是說，他這個原因你一定要打，所以美國就說，有道理。我不要讓他成功有一個長程甚至洲際導彈，甚至夾帶的核，因此這是我的目標。現在根本沒有完成這2個目標。川普不但說我贏了，什麼叫勝利在握？他講了多少次我贏了？我打了他好多地方，從2000多個地方到7000多個地方，這樣打爛了人家的家園，甚至打死了那麼多小孩，叫做贏了嗎？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疑問，這是邏輯思考。第一個，美國是一個聰明，這個川普總統要佔哈爾克島，哈爾克島在西北邊。荷姆斯海峽在南邊，好，荷姆斯海峽被伊朗控制了，你就要去弄哈爾克島來封鎖伊朗的90%石油，這不是以牙還牙？血債就是冤冤相報嘛。美軍這麼厲害，這麼大，軍事實力這麼大，你需要這樣子來作為什麼討價還價的籌碼嗎？美國你越來越被我們覺得就看弱了。但是當他有他的智慧思考，但是你有沒有想到？當你這樣冤冤相報的時候，你會更慘。全球經濟就像剛才講的，所有人在分析這樣全球經濟，當然伊朗經濟一定大受傷，全球經濟更慘。那伊朗經濟受傷之後，它再來又產生了。這次非常清楚，伊朗即便我實力不夠你，我打導彈打不到你美國，可是你打我軍事基地，我反擊，我反擊你軍事基地，你打我能源石油，我反擊你能源還有天然氣。卡達，我丟5顆，你防了4顆，最後1顆還是打得到。你現在防空，你這麼糟糕的代價，2個代價，你的所有的東西防空系統都昂價非常昂貴，你根本是不對稱、不平等、不對等的這個戰爭。對伊朗來講，第一個軍武的不對稱，第二個代價的不對等。現在美國在此就會在信譽不斷的掃地，你會發現這次伊朗。雖然傷得很重，其實他的國際名聲反而更高。就是說，他最後反而他會想要他要求的東西。我現在講說，你說勝券是不是在握？我絕對看不懂，這怎麼叫勝券在？還有一個，什麼叫地面戰爭？請問一下，1955年、1975年發生什麼事？越戰，《阿甘正傳》裡面非常清楚，年輕人打到最後瘋狂掃射，看到草叢一動，那個雞也殺，老弱婦孺都殺。已經情緒崩潰了，就像福特號現在的士兵，你加半年又7個月，還要加2個月在海上，他受不了，連馬桶都會塞東西去，情緒會受不了的。船燒了睡在甲板上，美國的問題真的要去了解，這已經有點外強中乾了。所以第二個呢，大家也記得吧，在2003年啊，這個我講2月5號，Powell拿了一個毀滅性的這個武器，抓到了這個玻璃瓶裡面的東西，這個白粉呢。
普丁說是一個洗衣粉，就打了伊拉克，從什麼時候？2003年打到了2011年，8年9個月。請問地面戰有什麼樣的收穫？到現在他在伊拉克又產生了什麼樣的不好之名聲？我覺得打地面戰，就算這個島你封鎖下來，我覺得你也沒有勝。而現在這個 idea 好像不錯，但是您問我是不是勝券在握？我覺得這絕對不是。所以我覺得這次戰爭是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戰爭。第一個，川普情勢錯判，所以這個形勢就有點轉型了。所以我剛剛一直在講這個戰爭，我認為啊，如果國際在美國霸權還沒有辦法能夠完全要求，或者說我們不要講要求，就是用不管示好的方式或怎麼樣的這個誘因的方式，讓這些國家跟他剛剛講自由行動也好，或者跟美國一起來抵制現在戰爭。美國這個我剛剛講霸權的上中，這次真的會被敲響。所以這次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美國現在避免的就是重蹈覆轍啊，就是之前不管是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包括再早一點的越戰、韓戰這樣的一個泥淖之中。好，那最新的戰損報告也顯示啊，從2月28號這個開戰以來呢，美軍已經損失至少16架軍機啊，其中包括了10架死神無人機被擊落。那這2天呢，甚至也傳出了美軍最先進啊、引以為傲的這個 F-35逆蹤戰機呢，也疑似被伊朗的火網給擊中，被迫緊急降落。相關的訊息當然必須要等待進一步的證實。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就是凱恩呢，他也坦言說，美軍目前只擁有局部制空權，也就是只能夠控制特定的伊朗領空。那因為伊朗真的是幅員廣大，你沒有辦法完全把它的領空給這個掌控下來。好，那開戰不久呢，其實呢，我們知道美國就掌握了相關的情資，然後鎖定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呢來斩首成功。那凸顯出的是情報的優勢，還有反情報失守對於現代戰爭的決定性影響。但現在看起來，以色列這邊的動作，尤其是這邊哈，就是說，目前似乎還是想要用斩首當做一個重心，那要把所有的伊朗領導階層啊一一的趕盡殺絕啊。但是有了先前教訓的伊朗，他們目前的情報跟反情報的工作又怎麼看呢？文甲老師。這個講到情報反情報啊，此時此刻是非常之重要。就像委內瑞拉的總統其實被活抓哈，那莫托羅其實是靠美國的一個精確的情報，然後呢，他疏忽了反情，就是沒有去做好反情報，所以基本上就被抓了嘛。那這次的斬首行動哦，哈馬內伊呢，他其實他被抓到也因為怎麼樣？因為美國有精確的情報，然後呢，加上他疏忽了這個情報，所以呢。美國的情報優勢導致於能夠斬首成功，然後呢，這個伊朗因為反情報的失誤，導致呢他被斬首。那我想這樣子看起來呢，這個情報反情報此時此刻是在戰場是非常之重要哈。那我想這個美伊呢，它的情報能力雖然這個是非常強，但是呢，其實它會遞減的。為什麼遞減呢？因為戰事一拉長。有時候情報是怎麼樣？需要靠內線，因為你越長，他們越會保密，你越難去掌握情報。然後他反情報做得很好，這是一個部分。第二個，伊朗呢，他會靠什麼力量呢？他會去中心化的一個指揮部。他們以前可集中嘛，可能要集中開會或是拿手機，他現在可能不會這樣做了，他會分散，所以你很難去執行這個斬首，他會做好反斬首任務。那第三個，他也用無人機跟這個飛彈來打消耗戰，他企圖他去瓦解你的這個斬首，他用消耗戰來讓你的這個美國，雖然你的是戰術是獲勝了，你的戰術，但是你的戰略呢，其實是會陷入一個消耗戰，你未定。對，因為尤其呢，這個我們知道伊朗啊，它是一個神權國家，它土地有165平方公里，人口有8000多萬，而且它具有當國這個所謂的領導人的人比比皆是，因為他人太多了嘛。所以呢，你這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你光靠斬首是沒有用的，因為他一直會去推選新的人出來啊。沒錯。對，好，那第二未來，我覺得這個情報的趨勢呢，當然我們美國短期內它還是需要靠這個尖端的情報跟 AI 的分析能力哦。但是呢，我想這個伊朗會在反情報跟不對稱的作戰呢，來迅速來補強。所以呢，這個戰爭形態會變成斬首跟消耗一個並行。了解。那所以我想，這個情報呢，我想不是一次性的到位，而是需要長期的一個博弈。此外呢，關鍵還是在於誰擁有了情報優勢，那同時又被避免反制。OK， 所以其實從目前伊朗所推出的這個戰略就是用低成本的武器來消耗這個美國跟以色列
他們高昂的這些武器啊，反正呢不对稱嘛。那但是呢，伊朗也料到这个以色列呢，或者是美国呢，他们不能够去攻擊能源設施啊，因為這個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所以呢，川普特別告誡以色列說，不要再攻擊伊朗的天然氣基礎設施啊，因為以色列先前就攻擊了伊朗一個主要的天然油氣田，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伊朗就立刻也做報復，因為呢就攻擊了這個卡達的拉斯拉凡工業城。因為這個拉斯拉凡處理全球大約20%的液化天然氣，而現在呢，不止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在紅海的主要港口鹽布港也傳出遭到攻擊啊，一度宣布暫停原油的裝船作業。好，畫面當中也看到美國財長貝森特呢，他有強調說，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採取新的措施，抑制不斷上漲的石油跟其他的商品價格，而且可能對海上的伊朗石油解除制裁。這個石油總量呢，說如果是解除的話呢，估計可以啊，稍微來緩一下燃眉之急啊。就是石油總量因為有大概1億4000萬桶的原油。那分析師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這個 Again Capital 的石油專家啊，叫做約翰基爾杜夫，他說近年來呢，其實中國大陸呢是無視於美國的制裁，光是購買伊朗原油出口啊就佔了非常大的部分。現在呢，如果華盛頓批准的話呢，中方呢就可以自由出售數百桶的原油哈。所以確實能源對全球來講都非常的重要，尤其這一次呢，荷姆斯海峽受到控制之後，其實在亞洲這些國家，包括了日本、中國大陸，當然也是 OK 這些東亞的國家都受到影響。那現在以色列打伊朗呢，被美國提醒說不能夠打油田；美國打伊朗呢，但是解禁制裁伊朗的海上石油哈。所以這場因為地緣衝突引發的石油賽局，江老師你怎麼看？現在誰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我覺得大家現在只看兩邊打來打去，加美國介入，可能剛剛之前提到找着日本或是找其他盟友一起加入這個戰局。其實大家可能忽略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時間。為什麼會提到時間？是其實燃油廠、LNG 廠不是說我今天關掉打開，它就可以去源源不斷生產，它也是要一個時間。那據我所知的話是。目前的燃油氣廠再打開的話，至少1個月以上的時間，那再加上裝船，然後再到你的買主身上，那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時間因素。那突然打了，又突然不打了，那我是開還是不開？對。然後這次在挪威有一個能源機構哦，他有去做分析，說這次攻擊會讓卡達2026年的全年的 LNG 損失達25%。所以大概是2000萬公噸，然後呢，要修復到像打仗之前的話，大概要5年。OK， 所以這個是個非常嚴重的警訊。那再加上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解除限制之後，中國可能會就地把之前跟卡達在新加坡外海交易的這些黑石油變成就地合法化。那其實這也會一方面，我覺得。目前來說，對美國來說算是一個很矛盾的狀況。那為什麼這樣說的話？之前在俄國跟烏克蘭在俄烏戰爭的時候，美國去抵制歐洲買俄國的天然氣。OK， 那現在他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替代品，從卡達去買這些東西。那現在，卡達又不能生產天然氣了。對，那就導致說，那我歐洲的這些國家該怎麼辦？那遠一點，亞洲的這些國家該怎麼辦？我覺得這個是目前對川普來說算是一個很頭痛的。像剛剛和主持人有提到說，美國說我又不用這邊的天然氣，又不是用這邊的油，那你們這些人，我不管你，那你們要自己派船。它造成了這個現在全球能源的供應出現了一團亂，但是現在。美國一句話說：“這關我什麼事情？”你覺得這聽起來不會覺得很可笑嗎？好，另外還有就是有一個簡單的問題啊，因為我看到了一篇分析啊，是說現在還有一個隱憂，就是有關於氦氣的供應斷裂啊，因為氦氣是液化天然氣製成的一個副產品。然後呢，這個現在不只是因為石油受阻，然後造成這個包括石化產業啊非常的慌亂以外。氦氣的供應中斷，對於半導體製造，因為您是這個半導體科技相關的研究學者哈，對於半導體製造的影響評估怎麼看？其實基本上石油啦，半導體常用的就是氫氣，就越乾淨的東西，其實在半導體製程用的越多。那包含我的蝕刻，
那其實大家一直在講半導體，可是很多東西是忽略，是我們的民生化工都要用這些東西。那到時候可能我們第一個，因為半導體說實在的，頂多我們最常用的就是這些手機、電視。那其實不用手機、不用電視、不換芯不會怎麼樣。可是你不可能不開車、不點燈、不穿衣服。所以我覺得後續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看後面民生化工品的狀況。現在全球都在看一件事情，就是美國如何從伊朗的戰事完全的抽身啊。那到底什麼時候会結束這場戰爭？什麼時候，又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結束？好，那麼美國總統川普呢，這個禮拜在 Truth Social 他發文表示說，根據伊朗政府的要求，特此聲明，我正暫停對伊朗能源廠的毀滅計劃。往後10天啊，延到什麼時候呢？延到美東時間2026年4月6號星期一晚上8點。而且他強調說，談判還在進行中，儘管假新聞媒體跟其他一些人發表了相反的錯誤聲明，但談判進展非常良好。我看到這個發文一出了以後呢，在27號這一天啊，國際原油的價格呢開盤就下跌了超過1%，那也逆轉了前一天大漲大概5%的這個走勢啊。如果我們觀察其中哪些地方比較特別？特別之處在於呢，德黑蘭當局已經向聯合國海事機構表示了，就是大家所關注的這個荷姆茲海峽是否要開放的這個問題。他們說呢，伊朗說呢，將會允許非敵對船隻通過海峽，包括沒有參與或者是沒有支持對伊朗的這個侵略行為啊，就是不屬於美國或以色列的船隻都在這個可以安全通過的範圍之列。那另外呢，航運資訊公司勞氏情報這家公司的分析說，伊朗革命衛隊呢已經在荷姆茲海峽建立了事實上的一種收費站體系。他們並且分析說，並不是所有船隻都需要直接付費，但已經知道有2艘船付費，而且還是以人民幣結算哈。所以也就是說，油價現在是不是真的是左右了川普的政策啊？它變成一個重要的關鍵。確實啊，你可以看到，不管在週末前最新的油價走勢圖，我們提供給大家，不管是布蘭特原油、紐約原油期貨，還是杜拜原油的價格哈，大概都在川普發言的前後哈，就是維持在$100左右。但是現在大家會擔心的是，萬一這個伊朗的局勢不斷的擴大，原油價格會不會飆漲超過200？所以 Ross 覺得呢，這個油價現在感覺上，川普每次在發言之前，他會很 care 的就是油價的波動。當然，他是非常 care 這個議題。每次接受聯訪，記者都會問，對不對？然後有媒體爭論節目都在討論，都在批評他。另外，過幾個月就進入美國夏天啊，很多人會國內旅遊，還有選舉是7月初，一直攸關未來的通膨走勢，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關心，也是很擔心油價的問題。所以我還是認為他希望這個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在幾個禮拜前，甚至幾個月，不要超過5月底了就對了，因為他真的是很關心油價。那當然他也是考慮為什麼打仗，就是戰爭這個目標啊。那目標是伊朗要放棄核武，要放棄遠程導彈。那川普也是很關心這2個議題。你覺得這戰略目標？但是他目前最擔心的就是油價了。對啊，就是本來對外宣稱說戰略目的其實是要伊朗放棄核武嘛。但是現在轉而是最近的關鍵的焦點都鎖在說要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但是只要戰爭結束，海峽就會開放了，要不然就戰爭不會結束了。我意思是說，不管是什麼樣的安排，比如說伊朗願意談條件，或是因為美國用他的軍事實力，早晚海峽還是會開放了。你覺得？那開放之後，油價就希望會下降。我認為這是川普的想法，所以對他來說，當然是他在擔心油價，但是為了油價的問題，那戰爭要很快就結束了。最近大家有在分析一件事情啊，就是精神勝利法。就對川普來講，只要他覺得勝利就勝利了。你觉得他會找哪一個理由或者是台階，就是達到了戰略目的，然後美國就贏了？本來有這個可能，但是不得不說，
伊朗還是要給他一些讓步，不是因為面子的問題，是一個實質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伊朗沒有真正的放棄核武或遠程導彈，那之後戰爭又會開始了。但是伊朗會放棄嗎？吳宇老師，照目前的談法，因為伊朗現在也丟出了5點，不是嗎？而且呢，我進一步請教您的是，最近這個德意志銀行策略師叫薩奇德瓦，他分析說，這場衝突大家小心有可能會成為侵蝕石油美元主導地位的催化劑，而且催生石油人民幣。主要是因為呢，中國大陸是伊朗的長期夥伴，同時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買家。那剛剛我們提到了嗎？不是現在建立起一個實質的收費機制，而且是用人民幣收費的體系哈。當然，這背後的考量有沒有可能是說想讓中方入局？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北京真的有可能會因為目前用人民幣來計價，說建立這個收費機制，而就輕易的去進入到這趟渾水嗎？我想大概不容易。我們應該這樣來看。首先，第一個來講的話，從中國的角度，2025年，它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能源的進口國是3個國家，排名第1的是俄羅斯，那它早就已經開始用本國貨幣人民幣在做結算了。排名第2的是沙烏地阿拉伯。那它到去年從去年的第4季到今年的目前為止，快要第1季，大概1半以上也在用本國貨幣，就不再用美元來做計價的。那排名第3的當然就是伊拉克。那伊拉克從2023、2024年開始允許部分的民間也可以用所謂的人民幣來作為石油的購買，那現在也可能進一步的擴大。是，所以我們看這個問題應該這樣來看，就是由於第一個。首先，中東地區能源最大的出口國就是中国。第二，中東的國家的主要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中國。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在中東地區的這樣一個能源，慢慢的改變由美元為主導的一部分，慢慢的往着人民幣來做結算，那這是一個大概可能是一個趨勢。這第一個，我們這樣來看。那第二個，那伊朗這樣的做法，難道北京就要入局嗎？倒也未必啦，因為這個荷姆斯海峽跟伊朗當中，其實所佔的這樣一個人民幣的這樣一個所結算的比重，其實微不足道。第二個更重要是什麼？更重要，北京的大戰略的大棋盤嘛。這一場的戰爭到目前為止，誰是最大贏家？目前來看，它應該很清楚的嘛。俄羅斯是最大的贏家。那這一場選舉來講的話，目前來看，除了伊朗之外了哈，誰是最大的輸家？大家一定認為美國是最大的輸家嘛。特別是它是被以色列這樣一個手牽着鼻子走。你去看看美國在什麼？美國在聯合國總共動用了93次的否決權，其中53次都是為以色列一個國家在投的。對，幾乎是被以色列牽着走。就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因此今年又是屬於中阿峰會。中國跟阿拉伯國家峰會在年中，今年中國2個重要的一個所謂國際性的主辦賽事嘛，一個活動嘛，一個就是年中的中阿峰會，一個是年底的 APEC 會議嘛。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呢，伊朗當然中國不需要為了什麼，不需要為了這樣一個伊朗這個問題高度的介入支持伊朗而得罪了阿拉伯國家，更何況從他目前的角度來看的話，他也在從這一場戰爭當中看到美國剛好把他最先進的武器跟設備在不斷在伊朗當中來實踐，也讓中國在戰爭上學習到教訓，也收集到相關的參數。就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他也不需要介入太深嘛。是，吳宇老師講到這邊我就是看到最近有一張圖表，我覺得他整理也蠻好。他是怎麼說呢？中俄對於伊朗為什麼現在採取比較是閉上關哈，就是說保持冷靜。那特別是在中國這個地方因為海灣貿易遠超乎整個海灣的貿易利益遠超乎對伊朗的利益哈。那另外呢，就是說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的貿易規模遠大於伊朗，軍事介入的話呢，將會損害能源投資的版圖。所以不管怎麼樣想呢，其實現在保持你說等距也好，或者是說有個距離是好事。可是北京如果想透過伊朗這一次的戰事去牽制川普的話，在中東這邊有哪些槓桿是還可以操作的呢？這個阿基米德講過一句話，給我一個支點，就可以舉起整個地球，就代表槓桿的重要嘛。那有些中小型國家因為具有戰略位置，比如說扼守海峽，還是這個特殊的技術，像晶圓製造，還是因為稀有資源，像稀土，甚至加入什麼國際組織聯盟，像
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等，而具有槓桿的地位。好比台灣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操作中國一體的槓桿。那我們來盤點一下中國在這次的戰爭到底有哪些槓桿。第一個當然是軍事啦，就伊朗。那伊朗跟中國有所謂軍事合作，甚至還有科技能源合作。不過呢，伊朗終究是一個主權國家，是一個地方之霸，它不是一個小弟啊，不太可能當代理人，所以這個槓桿很有限。第二個就是剛剛我們5月老師講過的沙烏地阿拉伯，它跟中國商業經濟合作非常繁盛啊，互動非常頻繁，那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而且剛講的人民幣結算。但問題是沙烏地阿拉伯很親美啊，它跟美國有軍事合作，還有美軍基地啊，所以也是很有限。第三個有人講說啊，是不是那些側翼組織像黎巴嫩的真主黨，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甚至胡塞青年組織，這個頂多當成側翼的側翼啦，就是槓桿的槓桿，由伊朗來協助發動，而且沒有全盤掌控能力，也是很薄弱。如果歸根究底，反而有槓桿啊，就中國自己的國家形象。第一個，因為它國力提升，那跟這個中東諸國的往來很頻繁，那不像美國一樣。做生意還要傳教，傳什麼教？傳民主的教啊！那只乖乖做生意。第二個呢，他也不干涉人家內政。第三個，賣給你的軍事武器也不會限制你的使用。所以相形之下呢，反而這個自己的國家形象反而是比較有意義的槓桿。那最後一點來講我們做個結論啦，中國在中東地區是有槓桿，但是槓桿是只有局部的影響力，並沒有全面的控制力。特別是中國也不希望全面失控。那麼只能說結果是。讓美國很煩很忙，然後花費更多的時間、人力資源在這上面而已。是美國現在陷入了一個膠著狀態。好，來快問快答 ，Ross， 你覺得美國接下來大家關心的是會發動地面戰嗎？你覺得會還是不會？小規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